第66章，乐极生悲。深沉幽暗的地下建筑内，克莱恩提着马灯，绕了大厅一圈，仔仔细细检查有没有另外的入口。当然，他没敢进入通往最里侧房间的甬道，而重新聚集起来的蛇群又一次被凛冽寒风吹跑了。得到肯定的答案后，他主动退至大门边，和那3具活尸一块看着保镖小姐沙伦在不同的位置安放炸药。很专业的样子，克莱恩低声感慨了一句。而那3具活尸毫无疑问的没有回应他，不过这也是有理由的，他始终用灵性屏蔽着阿兹克同少的负面影响，否则他将遭遇异常热情的附和。他原本不打算带这枚古老而精致的铜哨，但考虑到要提防恶灵的暗中作祟，只好牺牲一些灵性。保镖小姐，不，沙伦小姐说她是爆破专家，还真不是吹牛，她原本就从事这个行业，或者他非凡途径里的某个序列让他擅长类似领域。根据我在职业者小队时看过的资料，这大致有序列9的罪犯、囚犯、战士和猎人，序列8的治安官，序列7的武器大师和守职者，后者有个昵称叫做侦探，属于知识与智慧之神的教诲，其他我就不清楚了。不知道沙伦小姐会是哪条途径的，看起来都不太像啊。她这次还表现出了指挥活尸的能力。克莱恩漫无边际的各种联想中，沙伦完成了布置，顺手点燃了引线。顺手点燃？喂，怎么不提醒一声？克莱恩这才回神，吓了一跳，慌忙退出大厅，进入外间的走廊，而那3具活尸则不慌不忙地跟在他的身后。这里很安全，沙伦突然浮现在他的旁边，克莱恩稍微松了口气，转而问道：这里会有灰尘被震下来吗？有，沙伦用一个单词给出了肯定的答复。那就好说话的同时，克莱恩又退了一步。嘶嘶嘶，引线燃烧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朵，让他有些微的烦躁。这种情绪不是因为他害怕接下来的爆炸，而是源于有只靴子始终没有落地。沙伦突的开口说了一声啊，克莱恩一下没能明白对方的意思。轰隆隆，大地剧烈的颤抖了起来，烟尘从上方豁然掉落。克莱恩的耳朵内嗡聋一片，短暂竟听不见别的声音。要不是他是小丑，此时已失去平衡，倒在地上。嗨！转移了注意力未能做好准备的他咳嗽了起来，看见前方有巨石和泥土在飞快落下，瞬间就堵住了入口。残余的震颤里，克莱恩紧握住阿兹克先生给的那枚铜哨，观察他的反应。虽然他已预先占卜过，得到了此行没什么危险的结果，但这里毕竟涉及6位正统神灵的人形雕像，哪怕是在灰雾之上获得的启示，他也不敢完全尽信，而且解读本身也有可能出错，所以他谨慎的以阿兹克铜哨判断起恶灵有没有因此脱困。铜哨表面冰冷却柔和，一直没有异常的变化。克莱恩彻底安心，望向旁边的活尸，从他们的眼眸里确认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自己目前非常的灰头土脸。这就好，很符合我之后要对米勒卡特老先生做的解释，没有浪费我特意换了套衣物才来的用心。他走向入口，确认那里已完全堵死，在不弄出大动静的情况下，将来确实只有学徒途径和类似沙伦小姐的非凡者才能入内。他排除了许多潜在的竞争对手，难怪免费。克莱恩凝望着那些石头和泥土，暗自感叹了一句，当然我也可以，我有类似灵体的状态。他含笑在心里默默补了一句，但表面却不动声色。收工，克莱恩浮夸的打了个响指，领着3具活尸匆忙而仓皇的往房屋的地下室返回，而沙伦不知什么时候已消失不见。宽敞的地下室内，米勒卡特正紧张担忧的来回踱步，时不时眺望密门。看到莫里亚蒂侦探和他的助手人数齐整的出来后，他顿时长长的吐了口气，急声问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克莱恩故意喘着气道，那片地下建筑太古老了，太久没有修葺了，我们原本正在驱蛇，只是动作稍微大了一点，就引发了剧烈的垮塌，整片的垮塌。还好我们靠近门口，及时逃了出来，风暴在上。那片建筑这么危险？米勒卡特握拳击了下左胸。是的，保存完好的古代建筑永远只有那么一些，剩下的都垮塌在了历史的长河里。克莱恩回应道，我领你进去看一看吧，确认下情况。还有垮塌吗？米勒谨慎地问了一句。没有，这边比较坚固。克莱恩刻意拍了下身上的灰尘，咳嗽了2声，
然后领着雇主进去转了一圈，停留于被彻底堵住的入口。而靠近大厅的那些墙壁同样已垮塌，后面都是石头和泥土。你可以使用这一部分。他指了指走廊区域。米勒默然几秒，感叹道：幸亏我没有贸然的让人进去探索，而是找了你这位专业人士，否则我将背负上好几条人命。好的，这次的委托到此结束，我把剩余的报酬给你。说话的同时，米勒卡特已拿出钱夹，数了一下，有些尴尬的发现只有30几磅的现金。还好我还有别的钱，否则就要去趟银行了。米勒嘟囔了一句，抬头望向克莱恩道：你介意收金币吗？不，我不介意任何形式的钱。克莱恩笑笑道。鲁恩王国的金镑除了是大额的钞票，还可以是金币，这也是纸币面值的保证。不过自罗塞尔大帝之后的这100多年里，北大陆的民众越来越习惯纸币，甚至有议员想让铜变式也有对应的钞票。真正意义上的金镑已经很少在市面流通，只有某些老派绅士会给自己怀表表链的另一端附加一个固定用的盒子，里面放些防备意外的金币，这既是安心也是习惯。米勒点了下头，顺着衣物上的金色表链，从某个口袋内掏出了一个闪烁金光的盒子。啪，他打开盒子，拿出5枚金币和先前数出的钞票1块，递给了面前的侦探先生。克莱恩没有避忌什么，点数一遍后，忽然往上弹出了1枚金币，并潇洒地摊长接住了他。谢谢你的慷慨。他瞄了眼朝上的人像，露出由衷的笑意，然后以手按胸，对着米勒卡特弯腰行了一礼。如果是别的侦探，就算此时炸垮了入口和通道，回去以后肯定也会出现做噩梦。房子有异响，精神变得虚弱，感觉随时有人在盯着自己等问题，这是恶灵栖息的浸染，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消失。但我们不同，沙伦小姐本身就跟女鬼一样，我去趟灰雾之上也就彻底没事了。至于那3具活尸，连死都不怕了，还害怕什么？克莱恩心情不错的吐槽了几句，旋即告别米勒卡特，转身离开了房屋。来到街上，那3具活尸在没和他打招呼的情况下，自顾自就往另一个方向行去。沙伦小姐走了，真的没收活尸的雇佣费。克莱恩微笑抬臂，对着那3具活尸的背影挥了挥手。之后他回家换上正常的衣物，前往克拉格俱乐部练枪，顺便吃了顿晚餐。作为任务圆满结束的犒劳后，克莱恩乘坐公共马车返回到明斯克街。阴沉昏暗的环境被一盏盏煤气路灯照亮，他拿着手杖悠闲地漫步于街边。突然他有了种不算好但也不算很坏的预感。什么情况？克莱恩抬头前望，发现2位警员正牵着一条警犬过来，沿途似乎在做盘查。盘查？带着警犬的盘查？那起连环杀人案造成的影响，现场留下了丁香和醋栗的味道，所以加派了警犬。克莱恩忍不住腹诽了一句。警犬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罗塞尔时期，但数量一直不多。考虑到自己身上有很多物品，考虑到刚才的预感，克莱恩打算绕个路，从另外一边走。可就在这时，那2名警员看见了他，示意他停步。克莱恩嘴角抽了一下，笑容满面的等待于原地。例行的调查靠近之后，其中一位警员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好的。克莱恩话音未落，那只警犬突然咆哮了起来，对着他汪个不停。这是闻到了我身上的火药味道，下午练枪残留的火药味道。克莱恩瞬间明悟，望了2位警员戒备的表情一眼，计上心头，笑容可掬的说道：是这样的，我在路上捡到了一把左轮手枪，还附带有腋下枪带和子弹，正想交给你们。他动作缓慢的取出自己那把左轮，举双手至肩膀位置，笑得很认真的补充道：警官，我真的不是非法持枪。一位警员高度戒备，一位警员接过手枪，凝重说道：你必须跟我们回趟警局。好的。克莱恩回以灿烂的笑容，但我有个要求，请通知我的律师于尔根库珀先生，只有在他的见证下，我才能接受搜身。第67章。第1部，东区一个角落里，喝得醉醺醺的吉恩面朝墙壁，褪下裤子，舒服的滋养起青苔。等到他解决完问题，肩膀突然被人拍了一下，吉恩忍不住打了几个哆嗦，忙提着裤子，半转身体的望去，看见了一个穿帆布外套戴鸭舌帽的矮个男孩。那男孩抬起了脑袋，却露出一张虽然肮脏不堪但柔和精致的脸庞。修，你怎么打扮成了这个样子？吉恩愕然脱口。修竖起食指，
抵在唇前，示意对方噤声。紧接着，他压住嗓子道：“我问你答，小声点。”被那威严所慑，吉恩只剩下点头的想法。威廉姆斯认识的那些家伙里，最近2天还有谁死了？修沉声问道。吉恩用被酒精麻痹的大脑仔细回忆了一阵道：盖文今早被发现淹死在塔索克河里了。他应该昨晚就掉下去了。这可怜的家伙完全不懂游泳，还喜欢在喝醉以后去河边吹风。修的目光豁然变得锐利，不假思索就追问道：盖文是否接受了威廉姆斯的委托，寻找通缉犯莱尔乌斯的委托？当然，我们都从威廉姆斯那里得到了这个委托。反正又不是什么麻烦的事情，只需要把画像给所有认识的人看一看，让他们注意下有没有类似的家伙就行了。哦，威廉姆斯，他还说，如果有线索，请我喝3天的酒，吃3天的肉。这可怜的家伙竟然死在了煤气爆炸里，所以我坚决不让房东装煤气管道。这都是好几个月前的事情了。我现在只住得起廉价旅馆。吉恩絮絮叨叨的说着。盖文是负责什么区域的？他有和你提到什么吗？修侧头望了眼旁边，抿了抿嘴唇，旋即盯着吉恩的脸问道：他一般去码头区的东拜朗船坞附近，他昨天傍晚还和我见过一面，说是去那里的工人联盟酒馆把寻找莱尔乌斯的消息传播了出去，并且给在场的人看了莱尔乌斯的肖像。吉恩打了个酒嗝道：贝克兰德有许多码头，他们大部分被划入码头区，被命名为各种船坞。之后呢？盖文有说他之后要做什么吗？修疑惑皱眉，再次问道。当然是喝酒，他打算好好喝一顿，然后找个地方睡觉。哦，这可怜的家伙一定是喝得很热，想去河里洗个澡，结果忘记自己不会游泳了，而且这都快冬天了。杰恩又一次发出惋惜的嗟叹。盖文什么都没查到啊，就是去东拜朗船坞的工人联盟酒馆散发了寻找莱尔乌斯的传单，结果就遇害了，还牵连到威廉姆斯。凶手这反应已经不能用过激来形容了，简直就是疯子。换做我是莱尔乌斯，最简单的选择就是立刻换个地方，避开搜索，除非他陷入了某件事情，很长时间内都无法离开。但是找他的又不只是我，还有很多赏金猎人。他杀得了威廉姆斯，杀得了那么多人吗？他有本事就去把颁布通缉令的西维拉斯场杀得干干净净。休觉得自己完全无法理解这件事情，就像他难以接受威廉姆斯的死亡一样。最终他决定先向奥黛丽小姐汇报下遭遇的问题，接着乔装打扮去东拜朗船坞的工人联盟酒馆，不询问，只观察，看有什么可疑的人。乔伍德区莱斯警察分局，克莱恩又一次和小偷醉鬼们挤在了一张有靠背的长条凳上。真是倒霉啊，竟然遇到了警察临检，还没能及时更换路线，都怪那该死的连环杀手。克莱恩一边诅咒某个家伙，一边思考该怎么把身上的符咒和没法解释的草药粉末藏起来，躲过接下来的搜身。他试图把这些东西都装在黑色手套里，然后找机会塞入这个警察分局的隐蔽地方，等离开的时候再取回。就在这时，他眼睛一亮，看见头发整齐厚梳，打扮正式的像是去参加宴会的年轻律师于尔根·库珀在一位警员的陪同下走了过来。你去签个字就可以走了，于尔根用一贯的严肃正经表情说道。这样就行了？克莱恩诧异反问。于尔根微微点头道，是的，他们知道你是一个知名侦探，这是什么理由？克莱恩没敢多问，当即起身，跟在穿黑色呢制长礼服的于尔根后面，不快不慢的签字出门。和他上次被对方领出警局时的天气不同，此时没有阴雨，只得厚厚的云雾遮蔽红月和星辰，街道全靠两侧的煤气路灯照亮。真是太感谢了，又一次麻烦你了。克莱恩快走2步，来到于尔根的身旁。于尔根不苟言笑的侧头望向他道，不用感谢，这是我的职业，2磅。克莱恩认真打量了对方一眼，露出笑容道，好的。他最近的钱包很鼓，当即拿出了2张1磅面额的钞票。于尔根没有客气，接过报酬道，如果你愿意建立正式的合作关系，那之后每次来警局我只收1磅，当然这不包括案情严重的那种。你必须明白，我收取的费用得上交很大一部分给事务所，说的我以后会经常被请到警局喝茶一样。呸，他们根本就不给茶，连水都没有一杯。克莱恩还没来得及回答，
就听见于尔根律师补充道：“对一名私家侦探来说，进出警局是隔段时间就会遭遇的事情，属于职业特点。我很清楚，每一位私家侦探都存在非法持枪、非法入侵别人住宅等问题。你这次的应对非常好，警察找不到足够的证据证明你非法持枪，而你身上有火药反应的解释相当充分。克拉格俱乐部这个名称足以取信他们，否则你很可能得上一趟治安法庭。所以你并不是嫌疑犯，而是好市民，捡到枪之后主动上交的好市民，不需要再被搜身检查，好吧？但我亏了一把左轮和相应的子弹，好几磅啊，还有律师费。”克莱恩挤出笑容道：“我明白了，于尔根律师，我们建立正式的合作关系吧。”于尔根扯动嘴角，用非常职业的笑容伸手道：“合作愉快，我由衷的希望能很少在警局看见你，这不是我能决定的。”克莱恩自嘲一笑。回到明斯克街15号，克莱恩用泡热水澡的方式让自己缓和了下来。可就在这时，他又一次听见了虚幻层叠的祈求声，依稀来自于女性。“正义小姐，这次是莱尔乌斯的事情有线索了。”克莱恩突地从浴缸内弹起，快速擦干身体，披上衣物，就这样进入了灰雾之上。望着那不断膨胀和收缩的深红星辰，他蔓延出灵性，选择了倾听。“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啊，尊敬的愚者先生，莱尔乌斯的调查出现了问题。不知道为什么穿了身白大褂的正义将东区达拉维街的爆炸事故和盖文失足溺死的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作为已经入门的读心者，他没有添加自己的猜测，以免影响愚者先生的判断。认认真真听完之后，克莱恩皱起了眉头，感觉凶手的反应过激到难以想象。这和飓风中将麒麟格斯不同，莱尔乌斯作为一名诈骗犯，发现风吹草动立刻转移地方才是职业本能，他没理由反向追索并杀害寻找他的人。按照这样的标准，东区的赏金猎人得死掉80%，那会引起轰动，让案件被职业者、代罚者或者机械执行小队接管的。莱尔乌斯在祈求真实造物主降下子嗣的那个仪式里获得的好处，让他疯了，这很符合真实造物主的风格。可问题在于，一个疯子很难隐藏自己，潜在的除外。克莱恩陷入思考，没急着回应正义小姐。他看过报纸，知道那起爆炸事故，于是用梦境占卜的方式回忆起了具体的内容。紧接着，他写下了新的占卜语句：达拉维街爆炸案的线索默念之中。他靠住椅背，进入梦境，看见了一座3层的灰蓝色公寓。那公寓的3楼有房间失去窗户，并垮掉了半边墙壁，布满了爆炸的残痕。画面迅速破碎，克莱恩苏醒了过来，手指轻敲长桌边缘，无声自语道：“线索在案发现场。”这启示的意思也可能是凶手还在盯着案发现场，想解决来探查这件事情的人。这样他有机会找到最近颁布莱尔乌斯悬赏的人。我乔装打扮过去转一圈，不进案发现场，就在周围转一圈，看能否发现凶手。他就算不是莱尔乌斯，也必然有一定的联系，可以借此找到莱尔乌斯。可是他肯定藏得很隐蔽，我该怎么在不引起他注意的情况下找到他呢？念头一闪间，克莱恩的目光望向了青铜长桌上那只全黑之眼，这是密偶大师罗萨哥遗留的非凡特性。在现实世界里，我没法用这件物品操纵那些奇怪的丝线，因为有真实造物主残余的精神污染，超过一定限度的接触会带来无法逆转的伤害。但如果只是短暂使用，通过丝线找到隐藏的人，我还是可以承受的，就像之前用来确认保镖小姐走没走一样。克莱恩眯了眯眼睛，取下灵摆，做了个此行危险的占卜。答案是肯定，但旋转的幅度不大，速度不快，可以接受。克莱恩默然几秒，返回了现实世界。接着他用自己召唤自己的方式，将那枚全黑之眼装入铁质卷烟盒，带回了卧室里。换好衣物，贴上胡子，做足准备的克莱恩来到穿衣镜前，审视起现在的自己。那淡淡的书卷味已经被满脸的胡须彻底遮住，褐色的眼睛则仿佛古老的潭水，似乎正深藏和封印着什么。与在停更时那回相比，克莱恩险些认不出自己。一一伸展手指，又紧紧握成拳头，他对着镜子低沉沙哑的说道：“队长，这是为你为我复仇的第一步。”话音未落，他看见镜中的自己咧开嘴角，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第68章线索。北区偏西的郊外，一座快被废弃的3层房屋内，
这里原本属于贝克兰德医学院，但后者的主体目前已经搬迁到了更好、更适合的地方，只留下少量教学人员和当届没能顺利毕业的同学看守本地。奥黛丽身披白色大褂，脸罩同色口罩，润泽的金发亦被盘起，塞入了色泽冰冷的手术帽内。她眼眸一转，看向做同样打扮的福尔斯沃尔，总觉得对方有种特别的气质，似乎比自己更适合这样的装束。就是那种随时能拿起手术刀剖开病人肚子的气质。奥黛丽没有说话，落后半步的跟在福尔斯身旁进入了前方的教室。从福尔斯那里得到修反馈过来的情报后，他很是吓了一跳，因为愚者先生说过，那是一个简单的任务。考虑到简单或许只是相对愚者先生自己而言，奥黛丽趁独自伪装的机会，诵念尊名，小声祷告，将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汇报了上去。不过到现在为止，他都还没有得到回应。穿过大门，进入房间，奥黛丽本能就先环顾了一圈，发现这里不是普通的教室，竟然摆放有4具骨骼标本和4具玻璃制成的棺材，棺材里面则灌满了防腐剂，泡着4具肤色苍白、通体赤裸的尸体。在教室的最上方还竖有一个透明的玻璃柱，里面同样填满液体，漂浮着一具穿黑色学士服的男尸。这具尸体的衣物紧紧贴在身上，给人极重极沉的感觉，他没有软倒，就那样竖直的沉浮于中央，像是活着溺死在里面，而不是死后再放进去。奥黛丽以观众的态度做出了初步的判断。另外，他看见房间内各张长条桌的四周稀稀拉拉坐着好些位白大褂、白口罩、手术帽装扮的人，他们都不发一言，与周围的尸体和白骨一样。望了眼外面终于透出一角的绯红之月和昏沉阴暗的夜色，奥黛丽在回首教室内的景象，一时竟忍不住有些战栗。这里来自本能的害怕，但同样的，她又感觉兴奋和激动。这才是一位非凡者该有的生活。奥黛丽无声嘀咕了一句，跟着福尔斯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又等待了一阵。教室最前方那个竖直玻璃柱内，穿黑色学士服的漂浮男尸突然睁开了眼睛，让声音透过重重障碍传出。开始吧。东区达拉维街，克莱恩身穿沾染着尘埃的灰蓝色工人制服，头戴鸭舌帽，行走于煤气路灯只有那么寥寥几盏还在发挥作用的昏暗街道上。两侧的各个公寓内有些许烛光洒下，这与艰难穿透云雾的绯红月华交织于一块，勉强勾勒出了路上行人的轮廓。克莱恩遇见了一个个衣物陈旧而破烂，表情麻木中透着绝望的路人，他们是被警察驱赶着的流浪汉。他们没有地方睡觉，只能漫无目的的行走在街道上，偶尔能逮到机会，找个不引人瞩目的角落或公园内的航道椅休息一会，但很快又会被轰走。阴冷深沉的夜色之中，克莱恩觉得他们比自己见过的活尸更像活尸，而整个东区比神话传说里的深渊更像深渊。他急促的吸了口气，结果喉咙被刺激到，忍不住咳嗽了2声，忙收敛住思绪，用眼角余光观察起街口的那栋公寓，有明显爆炸创伤还未修葺的公寓。要想监控案发现场，最好最隐蔽的地方就是正对着的另外那栋公寓，3层、4层和楼顶都符合要求。克莱恩以自己在职业者小队学到的知识分析着状况，整个过程里他没有放慢脚步，免得被人怀疑。来到街口，克莱恩顺畅地越过门牌号唯一的公寓，进入了他案发现场对面的那栋建筑。类似的地方他并不陌生，他在东区租的那个一居室就位于相仿的公寓内，而之前在廷根市的时候，他和哥哥班森、妹妹梅丽莎也住了很久的档次只高那么一点的公寓，这既是克莱恩的亲身体验，也来源于原主的记忆碎片。思绪纷呈之间，克莱恩拉低鸭舌帽，埋下脑袋，不快不慢地踩着吱嘎作响的楼梯，一路来到3楼。由于傍晚那倒霉遭遇，他现在没有左轮，只能一手插入衣兜，用指缝夹住几张塔罗牌。没有灯光，只得些微月色的3楼过道里，克莱恩未急着前行，认真观察了下布局。正对着案发现场的是左边，监控视野最好的应该是这里数过去的第3个房间。克莱恩开始小心翼翼的缓步前行，走过2个房间后，他右手也插入了口袋，并轻巧的打开了铁质卷烟盒。瞬息之后，他的手指触碰到了那枚全黑之烟耳，盼当即想起撕裂精神、撑爆大脑般的一语，而与此同时，借助这被污染的物品，克莱恩看见了一条条黑色的、诡异的细线。这些细线飘荡于虚空，
虽然有一定的交错和少许的缠绕，但溯源望去，依旧能分辨各自属于谁。相应的身影映入了克莱恩快要被煮好的大脑内，有睡在高低床上的男女和小孩，有躺于地铺的好几位租客。除此之外，并没有特殊的地方，也不存在隐藏的人物。克莱恩忙缩回手，不直接触碰到那只全黑之眼，他前方的幻觉和耳畔的幻听这才慢慢好转。他忍着痛苦，继续前行，稍有缓解，又立刻观察起另外的房间。可惜的是，他搜查完了整栋公寓内便于观察对面案发现场的地方，都没有一丁点收获。呼呼，克莱恩缩到阳台角落里，双手撑着膝盖，剧烈喘起了气。他眼角不停的流泪，鼻涕时不时窜出，就像突然发病了一样。这是短时间内频繁接触那全黑之眼的后果，以克莱恩在这方面的抗性，也无法完全免疫。唯一让他满意的是，这只是刺激，而非污染，否则他早就放弃，不敢再尝试了，那会直接导致疯狂。休息了一阵，克莱恩终于平复了反应，换了栋视野没这里好的公寓，但依旧未有收获。难道我的解读错误了？线索在案发现场。克莱恩回到街上，疑惑的用眼角余光打量那栋有爆炸痕迹的公寓，抱着随便试一试的心态，他又将手插入口袋，顶开并探进了铁质卷烟盒内。他要查看进入案发现场所在公寓的地方是否藏着人。嗡的一声，克莱恩的脑袋顿时就像被砸了一下，身体都有点摇摇晃晃。他仿佛醉鬼，踉跄向前，望向了那栋有爆炸残痕的公寓。因为隔得太远，他无法看清楚那些黑色细线，也不能溯源观察到归属，只能勉强分辨哪些地方有细线聚集，而这样的地方就表明有人。没有，没有，没有。克莱恩快速扫过，粗略判断。忽然，他发现位于3楼的案发现场有黑色细线飘荡出来，融入了半空。克莱恩瞳孔一缩，做了确认，接着快速抽手，不再接触那全黑之眼。被炸毁的房间内竟然有人，那个凶手竟然疯狂到在现场等待探查者，他就不怕有官方的非凡者在顺便查这个案子吗？我刚才判断出错，一直没找到他，是因为我和疯子的逻辑完全不同。一个个想法飞快闪现，克莱恩缓缓吐了口气，装作没事人般绕了一圈，绕到了那栋公寓的入口。这个时候，他的不良反应也全部平息了，控制住脸庞表情和肢体语言，克莱恩就像回家一样来到3楼，脚步快速里透着些许源于疲惫的沉重。昏暗的走廊里，他一眼就看见了那个没有门、垮了大半墙壁的房间，然后漫不经心的往公共盥洗室方向走去。快接近那个房间的时候，他一直插在口袋里的手触碰向了全黑之眼，又是那让人脑袋分裂般的一语，又是晃动模糊的各种幻觉。克莱恩用眼角余光瞄到了一根根黑色的虚幻细线从案发现场蔓延出来，溯源而去。他发现了一个彻底融入阴影、气场颜色同样如此的男子。这男子非常高，接近2米，嘴角略微下垂，显得相当孤僻。他的眼睛宛若野兽，冷漠里是掩饰不住的凶狠。不是兰尔乌斯。克莱恩缩回手指，放松紧绷身体，表面正常的忽略了可能存在的注视，没有停步的走至过道尽头，进入了公共盥洗室，未惊动那位男子。公共盥洗室与案发现场不在一侧，他擦了把冷汗，稍微平复了负面影响后，就直接翻出窗户，熟练的攀爬往下，然后快步离开，不再停留。他知道，再过几分钟，那男子就会发现去盥洗室的某人没有回来，从而警觉追赶，所以必须尽快远离达拉维街。克莱恩不是不想原路返回，但他不知道自己能去哪个房间，那同样会暴露问题。小丑飞快奔跑，绕了个大圈后，进入了他在东区租的那个一居室，并来到灰雾之上，确认了没有被追上的危险。那家伙应该和兰尔乌斯有很深联系。克莱恩略作沉吟，具现出了刚才那位男子的画像，用意念传递给象征正义小姐的深红星辰。紧接着，他威严而低沉的说道：“这是线索第69章，这就是东区。”快被废弃的医学院教学楼内，已结束聚会，正绕圈子离开的奥黛丽突然恍惚了一下，看见了熟悉的浓郁灰雾和高踞灰雾中央的那道模糊身影。这是线索伴随愚者先生低沉嗓音的是一幕相片般的场景，而且还是有色彩的相片。一个接近2米不算壮硕、身穿黑色教师服的男子立在阴影里，淡黄的头发柔软微卷，
深棕色的眼眸冷漠中藏着凶恶，嘴角微微下垂，孤僻如同饿狼。线索：东区达拉维街爆炸案和盖文失足溺水事件的线索。这是凶手。奥黛丽怔了怔，旋即有所明悟。愚者先生这就有线索了，他真厉害，不，无所不能。暗自感慨了一句后，他扭头望向身旁的福尔斯。福尔斯刚取下口罩，摘掉手术帽，坐进马车里，就察觉到奥黛丽小姐略显奇怪的目光，当即疑惑问道：“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没有。奥黛丽收回视线，跟随坐下，去除着伪装。福尔斯回想了下之前的聚会，有些好奇的问道：“奥黛丽小姐，你为什么没求够观众的配方？这样你才可能和心理炼金会建立起联系。”他记得慷慨大方的奥黛丽小姐几乎整场都保持着沉默，绝大部分时候在倾听，仅仅卖出了一些含有灵性的材料，并相应的购买了另外的品种。奥黛丽浅笑道：“这是我在这个圈子的第一次聚会，我认为观察和等待更加重要。我很期待魔药的配方，更加期待神奇的物品，但我告诉自己，没必要这么急。先熟悉再行动是更好的策略，这也是观众途径的职业习惯。而且也没出现斜纹黑豹脊髓液、精灵泉髓质结晶等世界先生想要的非凡材料。”奥黛丽默默补了一句。福尔斯望着还未满18岁的少女，忽然觉得对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成熟。他忽然自嘲一笑道：“如果我当初能像你这样，就不会浪费宝贵的机会了。”奥黛丽矜持微笑，给予回应，转而说道：“我明早会去询问某些特殊的朋友，看他们是否有达拉维街爆炸案的线索。你和修在老地方等待消息。”好的。福尔斯没有怀疑的点了点头。克莱恩没趁夜返回明斯克街，直接睡在了东区黑棕榈街的一居室内。他害怕那个疑似凶手穿黑色教士服的男子还有同党，此时正满大街的寻找自己。虽然遇上的概率不高，而他之前也做了伪装，对方多半认不出来。但既然占卜的结果表示有一定的可能，那克莱恩就谨慎为上，凑合着在东区睡了一晚。天刚蒙蒙亮，他换上另一套深蓝色的工人制服，戴好浅棕色的鸭舌帽，离开房间，走下楼梯，进入了街道。此时淡白泛黄的雾气弥漫于四周，来往的人影模模糊糊，清晨的阴冷进入了衣物。克莱恩埋低脑袋，匆忙赶路，和周围那些早起工作的行人一模一样。行走之间，他看见前方有位40、50岁、两鬓斑白、穿厚夹克的中老年男子正不断哆嗦的原地踏步，并颤颤巍巍的从衣物内侧口袋里摸出一根卷烟和一盒很空的火柴。他刚打开火柴盒，右手忽然一抖，那皱巴巴的卷烟就掉在了地上，滚到了克莱恩的身前。克莱恩停下了自己的脚步，顺手拾起，递给对方。谢谢，谢谢，这可是我的老伙计，没剩几根了。那中老年男子诚恳道谢，接过了卷烟。他脸色清白，胡须像是许久没有刮过，疲惫之意从眉梢眼角毫无保留地展现了出来。哀叹着补了一句：“又一晚没睡觉了，我不知道还能坚持几天，希望主保佑我，让我今天能够进入济贫院。”这是被驱赶的流浪汉。克莱恩随口问道：“国王和大臣们为什么不允许你们在公园睡觉？”“谁知道呢？不过这样的天气，在外面睡觉，很可能就再也无法醒来，还是白天好，可以找个暖和点的地方。哎，这样就没时间没体力去找工作了。”那中老年男子点燃卷烟，美美的吸了一口，他的精力似乎因此恢复了一点，和克莱恩并肩而行，往不知是雾气尽头还是雾气深处的地方迈步。克莱恩没寒暄的想法，打算加速摆脱他，可就在这时，他突然看见那说话条理清楚的中老年男子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这似乎是被啃得很干净的苹果核。那中老年男子吞咽了口唾沫，将手里肮脏的裹满泥土的果核塞入口中，啪叽咬得稀烂，然后熟练的全部吃下，没丝毫残留。看着克莱恩诧异的目光，他抹了下嘴，耸了耸肩，苦涩笑道：“我快3天没吃东西了。”这句话忽然击中了克莱恩的心灵，让他有了难以言喻的触动。他无声叹了口气，微笑道：“不好意思，刚才没做自我介绍，我是一名记者，正在做关于流浪汉的报道，我能采访你吗？我们去前面那个咖啡馆。”那中老年男子愣了一下，旋即笑道：“没有问题，里面比街上温暖很多，如果你能在采访完多停留一会，让我可以在里面睡半个小时，不，1刻钟，那就更好了。”克莱恩张了张嘴，竟不知该如何回答，干脆就那样沉默的领着采访对象进入街口的廉价咖啡馆。
咖啡馆的桌椅都相当油腻，里面由于有墙壁和窗户，客人也不少，平均温度确实要高于街上许多。那中老年男子抓了抓喉咙，掩饰自己因为香味而蠕动的喉结。克莱恩示意他坐下，自己来到点餐的地方，要了2大杯茶水，1盘嫩豌豆炖羔羊肉，2条面包，2块吐司，1份劣质黄油，1份人工奶油，总计17.5便士。吃吧，吃饱才能采访。等到食物给齐，克莱恩将他们端回了自己那张桌子。给我的。那中老年男子又期待又惊讶地问道。除了1块吐司和1杯茶水，其他都是你的。克莱恩微笑回应。那中老年男子擦了擦眼睛，略显哽咽地说道：你真是一位好心人，饿了很久的情况下，不要吃太急。克莱恩叮嘱道。我知道，我有个老伙计就是这样死的。那中老年男子努力放慢速度的吃着，时不时端起茶水，咕噜喝上一大口。克莱恩简单的解决了吐司，就那样安静的看着，等待对方吃完。我有3个月，不，半年没吃这么饱了。在济贫院里，食物刚好够而已。过了一阵，那中老年男士放下了勺子，面前是空空的餐盘。克莱恩假装自己是记者，随口问道：你是怎么成为流浪汉的？这是一件不走运的事情。我原本是个还算不错的工人，有个妻子，有2个可爱的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但几年前，一场传染性疾病夺走了他们。我也住了很久的院，失去了工作，失去了财富，失去了家庭。从那开始，我就经常找不到工作，没钱租房，没钱吃东西，只能流浪在不同的街道和某些公园。这让我变得很虚弱，也就更难找到工作。那中老年男子麻木里带着些许回味和悲伤的说道。他喝了口茶水，叹息着再次开口：我只能等待进入济贫院的机会，但你知道的，每个济贫院都有数量的限制。运气好，排队及时，我就可以好好过几天，稍微恢复点体力，然后找到一份临时的工作。临时的，很快我又会失业，再次重复之前的过程。我不知道我还能这样坚持多久。我本该是个好工人的。克莱恩想了想道。你还有几根香烟？没几根了。中老年男子苦涩笑道。这是我最后的财产，我被房东赶出来的时候仅剩的东西。进济贫院是不能带他们的，我会将他们偷偷藏在衣服的缝隙里，只有最艰难的时候，我才拿出来吸一根，让自己有个盼头。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我给你讲啊，我当初可是个好工人。克莱恩不是专业的记者，一下竟不知道该问什么。他扭头望向窗外，看见了一张张有明显饥饿色彩的脸孔，有的还算清醒，这是东区的居民；有的麻木疲惫的不像人类，这是流浪汉。两者并没有明显的间隔，前者很容易就变成后者，比如我面前的先生。克莱恩回过头来，却发现那位中老年男子睡着了，蜷缩在椅子上睡着了。默然了几分钟，克莱恩才过去拍醒对方，给了他1把铜便士。这是采访费用。好的，谢谢。中老年男子一时没有回过神来，等克莱恩走到门口，他才拔高声音道：我会去廉价旅馆洗个澡，好好睡一觉，然后找工作。中午时分，克莱恩在萨穆尔家参加宴会，客人一共10位。这里有苹果汁配牛排，有烤鸡，有炸鱼，有香肠，有奶油浓汤，有许多美食和2瓶香槟，1瓶红葡萄酒。他去盥洗室回来的路上，遇到了斯塔林·萨穆尔太太，于是诚恳地感谢了一句。很丰盛的午餐，感谢你们的招待，总共花了4磅8苏勒，最贵是那3瓶酒。不过这都是卢克的收藏，他有一个酒柜。容颜还算娇美的斯塔林太太微笑回应道。不等克莱恩开口，他转而说道：仅仅玛丽那件事情，你就收入了10磅。如果能维持这样的好运，你很快就可以举行类似的宴会。对我们这个阶层的人来说，每个月都要请一次朋友，以及被朋友请。克莱恩早已习惯对方的风格，客套的恭维了一句。不过得等我年收入稳定有400磅的时候，才能像你们这样。斯塔林顿时微扬下巴，努力让笑容显得浅淡。430磅，得有430磅。码头区东拜朗船务工人联盟酒馆。修穿着垫高了许多的靴子，贴上了浓密的胡须，让自己像一位矮个子的男人。他回忆着从奥黛丽小姐那里看到的肖像，力图将疑似凶手的那位男子的模样牢牢烙印在脑海中。如果盖文也是他杀的，那他很可能经常出没于这家酒馆。
修要了杯黑麦啤酒和一份午餐，缩在角落里慢悠悠吃着，时不时隐蔽的打量四周，寻找目标。过了一阵，酒馆的大门再次被推开，修条件反射的望了过去。这一看，他瞳孔收缩如针尖，整个人险些变成了石像。进来的那个顾客身高接近2米。第70章码头工会。修在赏金猎人这行已经混了很长一段时间，许多事情不需要过脑子，直接就能做出下意识的应对。一看见进来的那位顾客身高接近2米，他本能就低下了脑袋，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般的继续吃着猪肉香肠和炸薯条。食物进入嘴里，修却品尝不出任何味道，他苦苦忍耐了几十秒，才慢慢抬头，假装随意的环视了一圈。很快，他看见刚才进来的那位顾客就坐在吧台前，正等待着酒和午餐。柔软微卷的淡黄头发，野兽般的深棕色眼眸，略有下垂的嘴角，孤僻凶恶的气质，一处处细节映入修的瞳孔，与他脑海内的形象逐渐重叠。是他，就是那个疑似凶手的人，杀害威廉姆斯的凶手。修又一次埋低脑袋，将剩余的食物缓慢的塞入口中。好几分钟之后，他把餐盘连同酒杯一块放到了吧台上，接着目不斜视，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工人联盟酒馆。因为靴子垫高了许多，他有效遮掩住了最明显的特征。到了外面，修放缓脚步，就近找了个僻静的位置，观察起出入酒馆的人。等待了一阵，他终于发现了一位熟人，住在东区工作于东拜朗船务的技术工人伯顿。这位年轻人喜欢在中午或者下午给自己一杯劣质的黑麦啤酒，他的薪水也只能承担这种啤酒，而且还不能每天都喝。修动作敏捷的窜了过去，拍了下伯顿的肩膀，压低嗓音道：“是我，修。”伯顿上下审视起侧后方的矮个男子，差点没认出这是东区某些街道很有名的仲裁者修迪尔查。我有事情要问你。修指了指旁边的角落。伯顿疑惑跟随到了隐蔽处，才有所恍然的问道：“你在做悬赏任务？”他听说修同时也是赏金猎人。修敷衍地点了下头，掏出5个一便士的铜币，抛了抛道：“你认识酒馆那个很高的男人吗？你是说这么高，淡黄头发，很凶的那个？”伯顿比划了一下。是的。修旋即拿出折叠好的肖像画，展开道：“你必须完全确认就是他。他最近2、3个月经常到这边酒馆来，以前倒是没见过他。他很凶，根本不讲道理，打架非常厉害，你最好不要惹他。”伯顿仔细瞄了画像几眼，诚恳的规劝了一句：“我刚才看到那个人，就像小时候遇见猛兽，有种很危险，不是对手，必须立刻避开的感觉。”修暗自吐了口气，询问道：“你知道他和什么人有密切联系吗？”“不知道，他很不合群，很少说话，甚至没谁清楚他叫什么。我们自己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做巨人。”伯顿撇嘴摇头。修想了想，又问道：“除了酒馆，你还在哪里遇见过他？你可以去询问你的朋友同样的问题，记住，必须是足够信赖的朋友。”伯顿回忆了下道：“我去码头工会办事的时候，就在东拜朗船务的码头工会，偶尔会看到他在周围出现。修，你为什么不是工会的人？你是如此的公正。而那帮家伙不仅每周要收我们1.5苏勒的会费，遇到其他船务罢工而我们不得不养家的时候，还会让我们交出1半的薪水。主啊，这都算了，为了好的生活，我们必须互助。可是他们刚组织起罢工，回头就和那些有钱人派出的律师达成了一致，我们的处境根本没有好转。”停止。修压了压右掌道：“除此之外，你没在别的地方见过那个巨人？”“没有，我的朋友们应该也没有，毕竟我们经常会私下讨论他。”伯顿用很肯定的口吻给予了回答。修没再多说，将那5个铜便士给了对方。“请你喝酒，我刚才问的事情，你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会非常危险。”话音未落，他已转身走出角落，向着位于东拜朗船务的码头工会行去。10来分钟后，修看见了那栋2层的黄色小楼，他把身上的帆布外套反了过来穿，露出里面的补丁，让自己瞬间从矮个工人变成了流浪汉。望了眼街角蜷缩的那几个流浪汉，修捏了下鼻子，过去和他们坐在了一起，视线则间歇性的扫过对面的码头工会。在那里有人进出的时候，时间1分1秒过去，修忍耐着冷风，忍耐着恶劣的环境，坚持不懈的观察码头工会及周围区域的状况。他清晰记得威廉姆斯在喝酒上的坚持，
更记得那天看见报纸的心情，这种心情让他比以往更能忍耐。这时，码头工会出来了7、8个人，他们成群前往对面的咖啡馆，准备享用午餐。修眯起眼睛，仔仔细细扫过每一位路过者，确认他们的长相，没有可疑的人。修准备收回视线，等待下一批。吱嘎，咖啡馆的门被拉开，里面的热流猛然往外冲出，一位男子忍不住取下了自己的金边眼镜，用袖口擦拭雾气。修随意望了一眼，目光忽然凝固，那双眼睛，那个嘴角，始终噙着嘲讽笑一般的形象。兰尔乌斯，修猛然回头，不敢再看。刚才那位男子肤色古铜，头发短粗，脸庞棱角分明，与肖像画上的模样区别很大。唯有那双眼睛和嘴角给他熟悉的感觉，嘲讽着所有人的感觉。是兰尔乌斯吗？会是兰尔乌斯吗？修埋着脑袋，凝望着街边的石板。萨默尔的家里，丰盛的午餐后，主人和宾客聚集在起居室内闲聊，并约定等下一起玩德州。一些有趣的传闻和好笑的故事间歇性回荡，克莱恩保持着笑容，时不时插嘴几句，并看见萨默尔家的2个小孩活泼的进进出出，而他身旁的鱼尔跟库珀依旧是严肃正经的表情，偶尔为大家的讨论提供法律意见。克莱恩笑了笑，微侧身体，压低嗓音问道：你会不会感觉无聊？不会，他们的话题很有趣。鱼尔根认真点了下头。克莱恩顿时愕然，脱口再问：那你为什么不笑？鱼尔根微皱眉头，疑惑地看着他道：为什么要笑？克莱恩嘴角抽动了一下，竟不知该怎么回应。他本待开一句玩笑，说对方很像他的猫布罗迪，永远都那么严肃，耳畔却突地响起虚幻层叠的祈求声。女性，正义小姐这么快就根据我提供的线索找到了有用的资料。克莱恩站了起来，微微欠身道：我去趟盥洗室。进了盥洗室，克莱恩反锁住房门，逆走4步进入了灰雾之上。他的判断非常准确，祈求声来自正义小姐。克莱恩忽然有些紧绷，半是期待半是凝重的蔓延出灵性，倾听对方的话语。惯例的尊名后，正义如实描述道：他们在码头区东拜朗船务的工人联盟酒馆发现了您提供的线索，对方的绰号是巨人，跟踪巨人的出没规律。他们又在东拜朗船务的码头工会发现了疑似莱尔乌斯的人，但无法确定，他们暂时不敢接触莱尔乌斯，因为巨人很强大很危险，只能继续等待机会。他们同时询问确认是莱尔乌斯之后，他们是否可以通报警察部门领取悬赏。莱尔乌斯有个很强大很危险的帮手，他还有没有别的帮手？他的背后是否存在某个势力？为什么会那么过激的杀人？他在码头工会里谋划着什么？一连串的疑问闪现于克莱恩的脑海，让他觉得事情比预想的复杂很多，充满了迷雾。至于最后一个要求，他的答案毫无疑问是同意，甚至会建议对方直接向黑夜女神的教会通报，因为警察部门那边存在泄密的可能。让女神教会的职业者杀死莱尔乌斯，同样算是复仇。克莱恩无声自语了一句，有强烈的冲动想立刻去确认那个人是否为莱尔乌斯，免得等待太长出现变数。他吸了口气，按捺住情绪，解下了袖口的领摆。去码头工会确认莱尔乌斯的事情有危险，闭目默念7遍后，克莱恩睁开眼睛，望向那枚黄水晶吊坠，发现它一动不动，完全静止。占卜失败，克莱恩顿时皱起了眉头。他换了另外的语句，换了占卜的方式，可结果依然是失败。仔细思索了一阵，他找到了3个原因：一是信息不足，无法占卜；二是码头工会根本没有莱尔乌斯，占卜难以成立；三是莱尔乌斯就像因斯赞格威尔一样，有能屏蔽占卜的物品。屏蔽占卜的物品，他从那个神子仪式里获得的好处，真实造物主的一点神性。克莱恩沉吟几秒，决定不管怎样，自己都得去码头工会走一趟。有的事情明知道危险，还是要做。那2位女士都能暗中观察，不被发现，我也可以。我只需要和莱尔乌斯照一次面，就能借助占卜确认。当然，这同样不能鲁莽，我必须预先做好准备，比如把全黑之眼送到灰雾之上，不随身携带，免得真实造物主的精神污染和他的神性产生共鸣，比如垫高自己，让那个巨人无法从身材上认出我就是昨晚路过的家伙，比如找一个合适的充分的不引人怀疑的理由。
可以假扮记者去采访，我等下先找麦克约瑟夫借他的假记者证。克莱恩嘴角缓缓上翘，以灵性覆盖自身，坠回了现实世界。